这里是贺兰山，在贺兰山南北长200多公里的贺兰山腹地，有20多处遗存的岩画，其中贺兰山岩画最是扑朔迷离，也最让人着迷。眼前的这个是太阳神像，是贺兰山的镇山之宝。今天就带大家走一走这个贺兰山岩画景区。从银川市区去贺兰山岩画景区交通非常方便，公交车直达，每天有好几班。游2路，终点站就是岩画。今天去贺兰山岩画，门票加景区车票一共65元。这是一个贺兰山岩画的遗址公园。这个地图，我们先去岩画馆。这里是太阳神广场，世界岩画馆岁月诗语为10万。这个银川世界岩画馆面积不小，里面介绍了世界70多个国家150多处岩画，还是值得参观了解一下的。这是世界各地的岩画分布图，遍及了6大洲，简单参观一下。以前在没有文字、没有书本的岁月中，先人们以山为书，以石为笔，一幅幅岩画就是他们写给世界的诗歌。这里有导游讲解，感兴趣的可以旁听一下。这是欧洲的岩画地区分布，在这里人们会发现远古人类的文明是多么相似。即使相隔千山万水，即使需要跨越重洋，人们却有着相同的石刻主题，有些图案看起来甚至就出自同一处。这是迷离的欧洲动物。整个6大洲有70多个国家有岩画的分布，我大概最多看过10个国家的岩画，很多都是世界文化遗产。像这个阿尔及利亚的就是世界文化遗产。这个是世界文化遗产。这一幅非洲的长颈鹿岩画高度非常高，据说原图有5米高。这是秘鲁非常著名的大地上的画，只能通过坐直升机观看。这幅蜂鸟呢是在高空300米处拍摄的。这里介绍的世界各国的岩画都非常的精彩，很多都栩栩如生，非常精美。是一样的，那这就可以说明这幅岩画表达的是一个生殖崇拜。在我国也很多省份都发现了岩画，其中宁夏的岩画是分布非常广泛的。我们这次来参观的贺兰山岩画就是最具代表性的。参观完博物馆，需要坐景区的交通车前往岩画遗址公园。看，巍巍壮丽的贺兰山。贺兰山在古代是匈奴、鲜卑、突厥、吐蕃还有党项等北方少数民族生息繁衍的地方，这里遗存了大量的岩画。岁月诗语，为时能言。这个是冯骥才题词的，还挺漂亮，它的字。沿着栈道一直往前走，这是一个环形800米。顺着指示牌向左走是岩画遗址区，也是去往太阳神的地方。旁边这个小水沟是贺兰山的山泉水。这里还有一大片古树，有树荫还真不错。哇，你看这个巨大的岩石，景色还挺美的。看看这边的山，很有特色。这上面就有岩石岩画，都是巨石。贺兰山基本都是石头山，上面通常没有什么植被。现在到了岩画密集的遗址区。羊了，正好有导游在这里讲解。有一个点像站立的山羊。当时看到这个人面像，就觉得是上天给他的一个指引。
从而在旁边刻下了能昌盛正法。其实就希望佛祖去保佑他能够繁荣，能够昌盛。上方还有许多一样的字，三撇一捺三横一竖，它是西夏文字当中的佛祖的佛字。这个上面这边三撇一捺三横一竖，在这个位置还有个双立人，一个死上面一横，它是西夏文字当中数字1、2、3、4、5的5，代表数量。那这边的人面像下方这一点点还有个字，它是西夏文字当中成功的成，成功的成，对，成功的成。这是西夏文题刻与人面像，这是很多西夏的文字，还有人面像，五官像一个羊。西夏的文字猛一看像汉字，但是就像被砍了很多刀一样。这个字是福字，这是前面有佛头像，看看这里的岩石，很坚硬，比较容易保留岩画。地面相接处有一人面岩画，左眼神，这个很像《西游记》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的孙悟空，像吗？这个是五指山压着了孙悟空。比较典型精美的岩画都有一些路牌指示，沿途的岩壁上还有一些明朝的题刻。这一面上其实都是岩画，但是它们分化的比较严重。这个是女人花像，如果没有导游，自己需要仔细的寻找。看一下这个女人花，有2副人面啊。这个是上下错落的2副人面像，上面一副人像由13个花瓣围着组成，面部轮廓由4片瓦状。上面是女性，下面是头顶羽毛状的头饰，是个男性。这个太阳神的岩画在距地面20米高的垂直岩壁上，是贺兰口目前所发现地理位置最高的一幅造型严谨、形象美艳。上面就是这里的镇山之宝——贺兰山的太阳神岩画，可以登台阶离近看一看。这个爬山道，哎呦，不行，太陡了。这个上面就是太阳神，这个就是太阳神的岩画，还是比较清楚的。我们现在所谓的岩画，一般都是指在远古时代文字出现以前在山体上雕刻的东西，应该归为史前文明。这就是太阳神的岩画，看一眼啊，拉近了。所以贺兰山发现的这些岩画基本都是在3000到1万年前的。再拉近，这个就是太阳神的岩画，往上还可以爬一爬。这个贺兰山岩画是上世纪60年代被发现的。看，在半山腰上看整个贺兰山口，刀削复刻版的。很多人来贺兰山岩画主要是看这个太阳神岩画，尤其是旅行团看完这个基本就走了。目前在这里一共发现了5000多幅岩画。这个手印图是离地面7、8米的崖壁上，7、8米高，应该在上面。所以如果感兴趣，可以多看一些岩画。很多石头上都有岩画。这个岩画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找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不过如果没有导游指点，很多岩画并不容易发现。出来能看出睁眼闭眼吗？这是一幅狩猎图，这是一幅狩猎图，有人看得清吗？这个是狩猎图，这个还可以看见。前面有个8神洞，贺兰口水关。哇，这个栈道还挺远。
一般游客都在这里返回了，再往前走一走，冰川擦痕。这是曾经发生过4次冰川期，巨人角岩是一个仙人铝，仙人大脚印儿，是贺兰口水关，这是古代一处的防洪设施，减缓珊瑚流速。明代的时候，明万历37年重修过。对面灵蛇洞、八神洞，从这里又往前走了几百米。白白走了这个。古原观天，相似古原傲然矗立，抬头望天。是这个吗？这个是古原观天，这个角度，大眼睛人面像。回程的另一条路也有很多岩画，看到了吗？这幅岩画的名字叫大小屋。大一小，这个是这一片岩画群非常密集，这一片岩画群非常密集，有动物、符号、人面像都是。走回到环线的另一端，这里有一片岩画群。驴羊图，驴羊图。走这一小圈岩画遗址大概要1-2个小时。这个韩美林的景区车回程的终点是韩美林艺术馆。韩美林艺术馆在全国有3个地方：北京、杭州和银川。我去过北京的，很大。看看这个银川的韩美林艺术馆，哇，巨幅，巨幅的绘画和雕塑。上苍告诉我，韩美林，你就是头牛，这辈子你就干了活吧。韩美林作为中国著名的艺术家，他的创作设计非常广泛。包括绘画、书法、雕刻、陶瓷、剪纸、标志设计等等。最广为人知的可能就是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是他设计的。熟悉韩美林作品的人都知道，韩美林大师醉心于岩画题材的绘画创作，其中贺兰山岩画和他有着多年的情缘。80年代，当韩美林第一次来贺兰山的时候，就被古老神秘的岩画所吸引。为了寻找创作灵感，在此后20多年，他先后6次来贺兰山岩画观摩，甚至可以说，贺兰山岩画成为了他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哇，真漂亮！这个跟岩画是融为一体了，太美了。他也把在银川期间创造的101幅岩画作品捐赠给了银川市人民政府。为了更好地陈列这些作品，就建了这个银川韩美林艺术馆。哇，很棒！看看这个贺兰山下苍穹之间，非常漂亮的韩美林艺术馆。下次有机会来银川旅游，可以来这个贺兰山岩画景区看一看。这里是贺兰山。岳飞有句著名诗句：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，使贺兰山的名字广为天下人所知。来银川一定要去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走一走，这里山峰耸立，林木葱茏，气象万千。今天就带你走一走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。真是个森林的感觉，很凉快。去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交通很方便，市区也有交通车，而且它和贺兰山岩画离得很近，2个景区之间也有连接的公交车。门票加景区车票80。第一站我建议您去银巴古驿这儿。银巴古驿也是我们的。坐车到的是吗？对，坐车能到。好。景区很大，听工作人员讲一讲线路。走完银巴古驿以后呢，您乘车而上一直到这边，你会路过9道湾这一条线这么大
10公里呢单程。哦。啊，景区比较大。然后您会到达这块儿，松涛山庄停车场，可以乘坐索道上去，上青松岭。青松岭这一线的风光呢，是我们贺兰山这边最好的风光，因为是贺兰小吉祥物。这是贺兰山的小吉祥物岩羊。首先坐景区的交通车，去贺兰山森林公园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。车进入贺兰山的腹地。沿途可以看到很多岩羊。贺兰山大部分都是石头山，只有国家森林公园这里例外。听了建议，在这个银巴古驿下了车，因为这里能看到很多散步的岩羊。这里有好几只岩羊，这个亭子里有几只小岩羊。这个岩羊是非常珍贵的国家2级保护动物，它们可以在悬崖、崖壁上轻松地行走跳跃。这个银巴古驿附近有2个寺庙，非常的安静美丽，而且可以100%看到岩羊。这里还有古长城烽火台，这还有个露营地，这里还可以露营，而且露营费不贵，应该是为露营准备的篝火晚会。这个就是三清观。在银巴古驿停留了一会儿，继续坐车前往下一站。这一段穿行在贺兰山的峡谷之中，可以说9曲18弯，山路非常的陡峭。这里的山很奇怪，一路上在低海拔看到的都是荒漠，几乎都没有适合树木生长的土壤，但随着海拔的升高，却有一些适合树木生长的土壤带。这里就是景区车的终点。远处的山上好像有个岳飞的雕像，骑着白马。从这里开始爬山，当然也可以坐索道，索道往返价是60。远处的广场上有一个喊泉。为了保护膝盖，还是选择了坐缆车上去。旁边就是徒步的登山道。如果徒步的话，大概几10分钟。看，这一片就有大片的森林了。松涛阵阵，这是徒步路。这个缆车是开放式的。选择徒步爬山的人也不少。贺兰山森林公园这边的海拔基本都是2000多米，贺兰山的主峰海拔是3500多米，所以这个森林公园山上还是挺凉的。这是贺兰山。不到10分钟，缆车到达了山上的青松岭。也挺高的，往返60，其实还是比较值的。带着这小玩意儿，爬贺兰山。山上明显凉爽很多。这个青松岭附近有非常多的娱乐项目，其中很受欢迎的是这里的特技表演。下午2点，前面的表演已经开始了。过去看一看，很多人都占据了有利地形观看表演。表演的是高空绝技。这棵树多漂亮！峡谷边上有很多地方都可以观看这个杂技表演。哇！江倒海，
这个表演难度非常大，距离山谷下面有几百米高。我已经把镜头拉得很近了，人还是很小。这个人是倒挂在钢索上的，这是在钢索上表演骑自行车。看得提心吊胆，以为失误了。现在是2个人表演。后面的人在倒骑自行车。这个表演一天好像3场，还是看得惊心动魄的。继续往前走，山谷两边的悬崖上建有很多小亭子。这里就是贺兰山的森林。很多人印象中贺兰山都是秃山、石头山，而这个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可以说是森林茂密。这里海拔大概2400到3100米。这里有很多的云杉，也有不少白桦和油松。在这个峡谷之间有一个非常长的人行索桥，从这里看上去既险峻又漂亮。远处贺兰山层峦叠嶂，过索桥看一看，旁边的山看上去非常的险峻。看峡谷多深，感觉这个大峡谷还是非常壮观的。索桥对面也有个观景台，看着景色多壮观。贺兰山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，这里太壮观了，飞个无人机。拍一下这个索桥和峡谷。往下看，简直是万丈深渊。不过在这里飞无人机，我也是非常小心谨慎的。从索桥返回去，这个索桥长度将近250米，深130多米。3点多，这里又开始了杂技表演。前面这个亭子也非常漂亮，贺兰山打卡留念。贺兰山，这挺好的，可以代替我。在这里再飞个无人机，看一看这个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。其实这个青松岭只是半山，往上还可以继续徒步向上，而且这边阴面树木更多。这个山顶就是青松岭，
往下都是松林。今天稍微有点累，没有选择再次往上登山，选择了坐缆车下山。坐缆车欣赏贺兰山眼前的壮丽美景。这个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一般也被叫做苏峪口森林公园。其实整个贺兰山风景区很大，有很多可以逛的景点。除了这个苏峪口森林公园，还有拜寺口双塔、小滚钟口、贺兰山岩画等等，都在这一片区域。而且这边森林资源非常丰富，早在西夏王朝时期就被视为避暑胜地。如果有机会来银川，不妨来这个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看一看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马战。这个表演是银川非常火爆的西夏风情园里的金字招牌演出。这是一场大型的实景马战，烽火西夏，再现了1000多年前夏辽两国的河曲之战，非常精彩。下午来到了银川的西夏风情园，主要是奔这里的一场演出烽火西夏。这个西夏风情园基本算是在银川的市区，交通很方便。这个园区主要是以西夏文化为主题，以实景演绎为主要表现形式，是了解西夏民俗、探寻神秘西夏文化的必游之地。党项起源，西夏王朝就是由这个党项族建立的。前面这条是市井街，表现了当年西夏的一些市井文化和商铺。这条街体现了当年西夏的一些文化和风俗，有各式各样的店铺、药铺。不过前面的市井街里面正有一场表演，赶紧赶过去。这就是西夏的文字，不过一般人都不认识。西夏文字。前面正有一个擂台杂耍的节目。这个西夏风情园白天有很多演出，千万不要错过。这个正在表演的应该是神鞭。脸都抖了，这时候才能点燃演员的激情啊！这个大刀重150多斤。哇！看这个壮壮的小伙子，真的很有蛮力。都是会玩的啊！这够重的。有的朋友始终不鼓掌。如果生在古代，他应该是很有用武之地的。啊，这么困难吗？好。小伙子如此卖力啊！看这个小伙子更厉害，用脑袋上楼梯。这是真功夫，据说这个小伙子还是个网红。我是为了注意高点，前台的好朋友们来自整齐的掌声。接下来还有更难的。接下来用盆跳绳。跳绳时间速度力量要赶对，赶完这就跳不过去，大家看一看。哇，这有点难。哇！再来一下。哇！好的，最后一下。哇！再看这个小姑娘。哇！柔术。在古代，擂台是一个民间高手艺人的汇集之地，各种民间绝技花活都可以呈现。大家看看小姑娘腰软不软？要把自己的双脚放在膀子下面。哇！看看非常扎实啊！一个功落。哇！再往前叠，一叠4折啊！哪一方面愿意打赏的啊？这里面有银子有零钱的，可以捧场，咱去支持大计，支持江湖艺人。这些江湖绝技看起来一个比一个厉害。
真的是惊心动魄的表演，让人叹为观止。恐怖看的。感谢。接下来赶紧去看这里的金字招牌演出《烽火西夏》。这是一个大型的实景马战表演，现在演员们都在热身。这些演员都身怀绝技，参演过很多的电影电视剧。这个烽火西夏的演出展现的是公元1044年在贺兰山下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夏辽两国的河曲之战。这是一段金戈铁马的历史故事，一场战马奔腾的刺激战场，也是一段精彩绝伦的马背特技。现在演员出场，整个场面气势恢宏。现在展现的是西夏的马队，都在操练。现在开始。这个是西夏的开国皇帝李元昊。关于西夏王朝这段历史，上一期视频做过一些简单的介绍。看一看这些英勇善战的骑兵的绝技。这场河曲之战展现了开国皇帝李元昊的聪明才智，他单枪匹马，不带一兵一卒，只身前往辽军打仗。现在出现的就是辽军。我感觉好像在看《岳飞传》，因为几乎都是同时代的。赢了三川口，又赢了好水川，嚣张长口，自称皇帝，竟然不把大辽放在眼里，孝敬大辽的机会。西夏将交付大辽叛继续向大辽纳贡，大辽就打你个落花流水。不敢，西夏将誓死效忠大辽。李元昊使出计谋，当着辽军大帅的面折剑盟誓，承诺部队后撤300里。在后撤的过程中，烧掉了路上所有的粮食，不给辽军获得补给的机会，使得辽军大败。又连续3次后退，每退一次，均将周围的草料火烧尽光。辽军多为骑兵，战马缺少草料，辽军将士疲惫不堪。欣赏一段精彩的马战。将士被俘。英勇就义。我来也！这些精彩的特技令人拍案惊奇，我好几次都没有分清双方是谁。兵器乱飞，铁力兄弟，每一个表演都让人心潮澎湃，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后面的战事更加惨烈，尤其是这匹马的表演太精彩了。我将士听令，射落耶律宗真的帅旗，往前！孩子，不要长跑！今日大辽大军定要踏平贺兰山，踏平新都府。这
应该是我看过的最精彩的一场马战。感觉双方大战了300回合。这看着比三英战吕布还精彩。整场表演一直是擂鼓滔天，战马嘶鸣。吴国请卒，耶律宗臣领10万大军损失殆尽，无力再行问罪之事，无奈之下同意和谈。于是双方交换了俘虏，恢复了双边贸易往来，从此形成了宋、辽、夏三。这就是著名的河曲之战。此后，宋、辽、西夏形成3国鼎立时代。这个表演真的是太精彩了！如果来银川，一定不能错过这么精彩的战马表演。也可以来这个西夏风情园了解一些西夏的历史。这边表演刚结束，擂台上又有一场精彩的表演。这次表演的是西夏火舞，都是和火有关。加快速，给我来一个，来，加油！来吧，鼓掌啊！鼓掌越响啊，越快，加油！这个掉了就厉害了啊，掉旁边可以啊。感觉来这个西夏风情园，光看这些演出就值回票价。烧到了。其实这个风情园很大，里面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。我就是奔着烽火西夏的演出来的，顺便也看了2场其他的演出。也是真的，加不了啊，肉长的。这是喷火尽量喝龙的表演完啊，喝的越多，吐的越高。2口了，没少。看完演出已经快6点半了，到公园里转一转。其实这个西夏风情园环境也挺美的，而且这里现在还有银川最美丽的夜景的演出。哇，挺凉快。先去吃个饭，晚上来看这里非常漂亮的灯光秀。我现在在银川，今天带大家去一个适合晚上游玩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是西夏风情园，每天晚上这里都举办非常盛大的璀璨星光光影乐园。这里晚上的票价是38元。除了好看的灯光秀，还有几场非常精彩的演出。在盛夏的时节，晚上来这里散散步，非常的舒服。一起跟着我来这个西夏风情园，逛一逛这里的璀璨星河光影乐园。下午在西夏风情园欣赏了精彩的战马演出。听说这里还有夜场的表演，也非常精彩。夜场的票价是38元，7点钟开始入园。果然，晚上来这里游玩的人多了很多。这是风情园里的市井街，园区里的灯光逐渐亮了起来。这个风情园里的灯光秀，现在在银川是非常的火。即使是非周末，来这里消夏纳凉的人也非常多。下午光看演出了，都没有来这些灯光的区域。穿过这些文化长廊，就进入光影乐园了。草地上很多发光的小球球，很多小兔子。这个灯光秀的主题是星河乐园。这一片上万盏彩灯，
真的是流光溢彩，似真似幻，非常的浪漫唯美。还有很多夸张的雕塑。这是太阳系。穿插其间呢，还有很多小的游乐设施。现在快8点了，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。这是我们的宇航员遨游天际，后面还有火箭，还有玉兔。古代我们有嫦娥奔月，现在有玉兔探测器。嫦娥奔月是古人式浪漫，玉兔探测器是中国式浪漫，而星河玉兔是现在风情园式的浪漫。看这个坐在地球上的小航天员的造型，游人走在星河之中，仿佛手可以摘到星辰。从8点多开始，这里的湖边连续上演几场非常精彩的演出。首先看到的是花船情景剧《白蛇传》。西湖偶遇，不是他，我找的是个放牛的。项目不嫌麻烦，我得划过去。哎，等一下！萍水相逢，无关雅景，真不知该如何感谢相公。苦苦哀求，许仙在塔上看见了娘子。这个《白蛇传》的花船情景剧大概20分钟。一步步跪上宝塔，方可放人。选择了电视剧《新白娘子传奇》里的音乐作为配乐。射箭，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！是。看这个花船情景剧的人还挺多的，大家都在湖边席地而坐。这个湖边很凉爽，也没有蚊子，所以在这里洗澡。现在天完全黑下来了，这里的灯光秀也更加迷人了。星河里有很多小吉祥物，这里还有很热闹的集市和游乐场。感觉像在放烟花。可爱的大熊猫。晚上这里有很多小吃，价格不贵。看现在这片星河多美，各种蓝的、紫的、绿的花灯，非常的璀璨。整个一大片灯光火山、生命之树、烟花灯海，点亮了整个夜色，也绚烂了整个夏天。前面第2场情景剧又开始了，过去看一看。看这游客都可以用人山人海形容了。这场情景剧是《西游记》。
主要选用了好像是《西游记》里女儿国那一段。在此奔赴大唐的人物，快快有请。说实话，门票38元，包含了这么多灯光秀和演出，还是非常值的。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，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，贫僧也好和3个徒儿去西天取经。这个湖边的夜景装点的还是非常美的。情景剧里还增加了一些现代诙谐的成分。猪八戒，悟空过来阻止这场闹剧了。今夜良宵难得，你就答应了我吧。女王陛下，在这里重温了电视剧《西游记》。佛门。好事做成以后，我再去那西凉国中，一样做个女王。贼和尚竟敢闯入我的内宅，坏我好事！这里晚上的表演会一直持续到11点，所以游客还是不断的涌来，大家都坐在湖边欣赏这些情景剧。在景区的另一边，还有一片萤火虫迷雾森林。走进这片梦幻森林，这边真的很梦幻。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今天来到了青铜峡黄河大峡谷。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，素有黄河小三峡的美誉。峡谷里山水相依，奇岩怪石，姿态万千。这里可以坐船欣赏风光如画的十里长峡，还可以看到著名的青铜峡水利大坝以及千年古塔和大禹文化园。
一起跟我欣赏一下这个青铜峡黄河大峡谷。好大呀，感觉。这里的门票分 A 线、B 线，时间和票价不同。玩圈4小时。进入园区，首先可以参观宁夏水利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面积不小，展厅的内容也非常丰富。从历史一直到现在，把整个宁夏水利的历史阐释得非常清楚。可以看到很多水利文化、水利人物，既有历史文化，又可以做水利科普。这是西夏时的开渠工程。哇，这个博物馆真不错。可以从图文中真实生动地了解从秦汉移民到古代引黄灌溉，尤其是青铜峡的建设。整个博物馆全面展示了2000多年宁夏的水利发展史，也诠释了天下黄河复宁夏的真谛。参观博物馆，坐车。景区的游览线路规划得非常清楚，现在坐车前往下一站。亲爱的游客朋友，您好，欢迎来到国家4A级旅游景区青铜峡黄河大峡谷。从景区车下来就可以看到蓝河大坝。青铜峡水利枢纽是我国在黄河上建立的唯一一座闸墩式的水电站，总长690多米，高40多米。以现在的眼光看，这个工程似乎并不是很巨大。这个工程也结束了宁夏无坝引水的灌溉历史，造就了青铜峡这颗塞上明珠。现在准备坐船前往下一站。这个游船是开往108塔的，一起上船游览一下。暑期已经过去，所以游客比较少。这个游船很舒服。这边坐的船员旅客拍照之后，不要将手机伸出窗外。这边的水深平均在30米以上。现在看到的就是黄河，水深30米。这个水域挨着大坝，所以水比较深。看着水里的泥沙。船行驶了10分钟，到达了下一站。这里也是个中转站和 A、B 线的分水岭。下了船，前面是108塔。这里地处平原，因为修建了青铜峡水利工程，所以被誉为塞上明珠。哇，很漂亮啊！前面这就是千年古塔。108塔飞个无人机。这个108塔始建于西夏的中晚期，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而且排列最整齐的大型古塔群。古塔距今有近1000年的历史。这个108塔依山傍水，自上而下，整体建筑是按基数排列成12行，呈等腰三角形状。这个古塔以独特的建筑格局和深远的历史文化闻名遐迩。塔内出土过很多珍贵的文物，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。这个108古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登上塔去看一看。仔细看，每一行塔的数量都是奇数。108古塔的旁边还有2座寺庙。
这个塔林寺还挺有气派的。接下来换船去十里长峡游览。这是黄河上的羊皮筏子。这一段游船可以上到甲板拍照，不少游客都来到顶部拍照留念。这个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。黄河这一面就是贺兰山，这一段贺兰山山势非常挺拔。昨天拍过贺兰山的国家森林公园，也重温了岳飞《满江红》中所提到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经典名句。黄河的另一边是牛首山，这个青铜峡黄河大峡谷就是由贺兰山和牛首山相加而成。这段峡谷山高水深，两岸山石土色如金，山势耸立，素有黄河小三峡的美誉。它想象成的鳄鱼张开大嘴的一个，两岸有很多奇峰怪石，这个崖壁上有一个地方像鳄鱼嘴。那么这边呢是我们的自然景观鳄鱼石，活灵活现的像一样。那么这边呢就是我们这三重自然景观鳄鱼石，很像。黄河整个全长是5464公里，九曲黄河穿峡入固，一路雄风，出青海，过四川，走甘肃，到达宁夏。在宁夏步入了一个神奇的峡谷，就是青铜峡。青铜峡位于宁夏的平原中部，可以说是塞上江南的发源地，也是黄河文化的核心区。因为这里修建过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而闻名于世，被称为塞上明珠。天下黄河99道弯，来到青铜峡，黄河在这里转了一个360度的大弯。这一段十里长峡到处是景，在峡谷两岸也分布着秦王古渡、群虾壁、天书阁、青铜峡石刻等众多的自然景观。看看前面这座山像什么？这个是猴，猿猴的侧脸，人的侧脸，上面是睡佛，下面是猿猴。坐船游这个十里长峡，导游会讲很多的历史传说。看看这黄河水，真的是黄色的河。前面到达了大禹文化园，游船要在这里停留1个小时。这个大禹文化园建设的很有气势，整体的建筑风格是仿汉代的建筑。从空中看一下，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牌楼，后面有几组大型建筑，背靠群山。现在来到了这里主要的建筑之一明堂，左右两侧是钟楼和鼓楼。明堂又称天宫，是古代最高等级、最隆重的皇家礼制建筑，是古代帝王举行大典的地方。明堂中间是方殿圆顶建筑，体现天圆地方。穿过明堂就是大殿，大殿里面一尊巨大的大禹雕像，上面写着千秋仰望。这个殿中的大禹坐像足有10多米高。
大殿有上下2层7、8个展厅，讲述了整个大禹的一生及丰功伟绩。这2件宝物呢，也就是这次过程中必不可少的2件法宝。其中最为熟知的就是大禹治水。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大禹治水，3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。大殿后面还有一个高台。大禹治水。楼下还有好几个展厅。哇，大幅的壁画，用大幅精美的壁画阐述了大禹的一生。黄河铁牛，这是50年挖出来的一个。传说大禹是上古时期夏朝的开国君王，也是历史上的治水名人。这个大禹文化园也凝聚了黄河文化。内部的设计风格给视觉以强烈的冲击和精神震撼，非常的大气恢宏。大禹，这里是大禹的正祭厅，看几组这里的壁画。大禹铸九鼎，定九州，三苗，这都是历史的传说与故事。这是大禹与三皇。大禹夏王朝，后面一个夏字，大禹精神堂。大禹的事迹与精神可以说给人以震撼，直到今天都应该发扬光大。九州院，这个是文化园里的九州院，是大禹像，高35米，青铜制造。这个大禹的雕像高35米，青铜像，35米的巨像，令人高山仰止。参观完大禹文化园，坐船返程。这个整个行程算是 B 线，一共4个小时。参观了银川水利博物馆，闻名遐迩的青铜峡水利枢纽，神秘独特的108塔，风光旖旎的黄河十里长峡和气势恢宏的大禹文化园。这个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是在宁夏的吴中市附近。吴中也是宁夏非常著名的美食之城。在市区边上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黄河楼码头。下集请继续收看。